我来到安禄山和胡玄武的老家，这个地方自称全球文化旅游首都，但可能99%的人都没听说过。它曾经沉睡了几个世纪，化作丝绸之路上一个金色的幻影。如今中国公民可以轻松免签到达。亚历山大大帝说，我所听到的关于撒马尔罕的一切都是真的，它竟然比我想象中的更美丽。撒马尔罕曾经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帖木儿帝国的首都。但是因为地处中亚它没有像开罗、大马士革那样广为人知，更没有像伊斯坦布尔那样成为世界的首都。今天的撒马尔罕一日游就从最著名的景点夏伊辛达开始。夏伊辛达是撒马尔罕神圣的陵墓群，它的意思是永生的国王。传说这里埋葬着穆罕默德的堂兄库萨姆伊本阿巴斯，他来这里传教的时候被杀害。蒙古人洗劫了撒马尔罕，却保留了阿巴斯的陵墓。夏伊辛达最美丽的就是光滑的马赛克瓷砖和蓝绿色的穹顶，非常的出片，让人仿佛置身1001夜的童话之中。每次在观赏这些伊斯兰建筑的时候总是很难想象建筑师是如何设计出这么多繁复的花纹，像万花筒一般。我们现在都在崇尚简约自然的风格，但那个时候的有钱人贵族就说不，我就要最华丽、最绚烂的视觉效果。非常漂亮的夏伊辛达参观完了，然后我觉得好像没有看到什么中国游客，但是日本游客比较多。然后我走到景区的对面，那里有一个老头正在轻声的祈祷。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个拍全景最好的角度，就是马路对面的这个台子上，看这个角度非常的好，你往前走会得到一个更好的角度。这边看到有加油站，然后在乌兹别克斯坦打车的话真的非常便宜，据说就是他们是油价特别便宜，像标钱似的。Hello。现在去吃饭的路上走到一个居民区，刚刚那个小朋友都过来跟我握手打招呼，很有礼貌啊。到了这家餐厅，点了一块牛排，哇，感觉好久没吃菜了。烤辣椒，这个是烤西葫芦，还有烤洋葱，还有个烤番茄。我操，这个烤洋葱好好吃啊！我这个特别讨厌吃洋葱的人都觉得好吃。尝一尝烤番茄。哇哦，牛排来喽！家人们，我给你们看一下这块牛排有多大。牛排的形状让我想到啥了吗？特别像那个特朗普的那个发型。开始动手吧。很好吃，鲜嫩多汁。个人觉得他做的口味呢偏咸，但这边人确实他吃的就是比较咸。结完账大家猜我这一顿花了多少钱？折合人民币76块钱。我去，那块肉你放国内哪个餐厅都不可能70块钱啊，生的都买不到但是呢，便宜量大，做法呢还是有点太咸了，我觉得。走路10分钟来了雷吉斯坦广场。这位呢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前总统卡里莫夫。不远处就是雷吉斯坦广场，这是撒马尔罕的中心，代表了14世纪晚期帖木儿帝国的建筑典范。对于一个千里迢迢来到撒马尔罕的游客，当你置身广场前的巨大空间，一定会发出马可波罗式的赞叹。进广场也是要买票的啊。据说给保安点钱可以爬上宣礼塔，俯瞰更加的壮观。穿过提拉高丽经学院的回廊，里边是宿舍房间环绕的巨大庭院。走进清真寺，辉煌的像包罗了星辰大海一样，繁复的蓝色装饰闪瞎你的眼。
大人在做祷告，小孩就在旁边开赛车。这里的商店里啊，有阿弗罗夏伯遗址的画册。这个博物馆呢，今天没有开放，不过也值得一去，因为它的壁画上有武则天，处在各自文明巅峰的粟特人和中国人联系紧密。于是我决定去拜会乌兹别克斯坦历史上的最强王者帖木儿大帝，他的陵墓就在离雷吉斯坦广场不远的地方。整个撒马尔罕的这些街道啊，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苏联的味道还是挺浓的。因为我去过一次俄罗斯啊，但不是莫斯科啊，是远江的一个城市。这个真的跟那边一模一样。还有像格鲁吉亚也是，看类似像这种建筑，还有这些，实在是太苏了。走10几分钟啊，前面我们就来到了帖木儿大帝的陵墓。古尔艾米尔陵埋葬着帖木儿帝国的创建者帖木儿，这个曾经称雄中亚的强国，拥有辉煌的战绩。这张地图啊，显示了当年帖木儿帝国曾经统治过的疆土。绿色的是他们实际统治的区域，黄色的是藩属国。大家可以看到啊，他们当年都打到喀什了 ，Koshgar。然后这边是印度德里，然后波斯湾，可以看到设拉子。然后西边的话已经到中东了，土耳其、埃及都是他们的藩属国。看，把世界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都收入囊中。看，他们真的很喜欢这张地图，到处都是。这个金光闪闪的墓室装修，足以见得长眠于此的人有多金贵。因为呢，作为目前世界上一个不太起眼的小国家啊，帖木儿帝国这段历史呢，确实是他们引以为傲的一段历史。帖木儿大帝呢，当年还想去征战明朝，中国的明朝，不过呢，死在了途中，这还没到中国就死了。不过转念一想啊，如果当年中国明朝真的被帖木儿这样的强人征战成功了，会对现在的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当年你看蒙古的成吉思汗不也成功了吗？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帖木儿大帝还是不大可能打得赢明朝。那个时候的中国皇帝是刚刚称帝没几年的朱棣，兵强马壮的，他打得进嘉峪关嘛？他打到甘肃，朱棣已经就派人把他干掉了。每到一个新城市呢，保留节目就是逛商场。这有家商场，逛一逛。这个商场的1楼有很多卖电子产品了，然后各种假的包，这是爱马仕吗？2楼就是各种卖衣服了，3楼还可以玩打枪。走到这个街心花园的时候啊，突然又看到了帖木儿的雕像。离开撒马尔罕之前，回到了夕阳下的雷吉斯坦广场。古城本来就不大，旁边伫立着世界文化旅游之都的招牌。